他们打掉这个贪官，把他们那个公布的那些财富那个数字集合起来，如果有人愿意去做这个工作的话，把那个东西统计统计，把那个财富那个数字统计起来，这个你还是打了折扣的数字了，然后再和中国的这个国民收入，再和中国老百姓一般的收入，做这么一个对比的话，这比造一个谣对共产党有杀伤力多了吧？是的，中国的经济确实是飞速的发展了，这个发展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这个飞速发展是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劳动者的功劳，也是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和外国接轨这样一个功劳。在江泽民的后期，中国的这个所谓社会群体事件，就是类似江油这样的事件，一年按照他过滤过的数字，就是几百人以上这样的，已经有将近10万起了。我记得8万，对，8万9还是8万几了，对，就这10万起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对，最迟从汉代，对，到1980年代，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没有进步过，对，这是足足2000年的时间啊。毛泽东的中国是大监狱那么邓小平的中国就是动物园，就是物质主义，只是说吃饱了就是好日子了那完全不把人当人看。那么现在习近平呢又回了新的监狱。我想这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出现，它的政治含义就是宣告了中国模式的破产。吴老师还有对当前很迫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所有人还是希望您能判断一下，就是目前中国这个您定义的新极权主义，它到底这样一个社会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个什么样子的？我想这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出现，它的政治含义就是宣告了中国模式的破产。那么中国模式呢，就是从1989年天安门镇压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建立起了2根支柱第一根支柱当然就是政治上的这样一个强力控制、维稳体制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那么第二个支柱就是加速市场化拥抱全球化聚焦于经济建设，推动经济发展。那这个模式呢，就是专制政治加这个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所谓中国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当然带来了1990年代一直到相当晚近的这样一个中国的比较长时段的一个经济繁荣，使得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的增加了。那中国的民众呢，当然就是老化了，官员吃肉，民众喝汤，也喝到一些汤了，那中国的民众当然也是这也是中华民族善良的一点，就是挺知好的，对，挺知好的。那总是回头比这个一比说30年前，一比说50年前，那再要比上一代就觉得非常好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模式呢，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以前其实几乎几十年都是在讲这个东西了。贫富的悬殊官员的腐败，那么公共秩序等等的这个恶化环境的代价道德的代价等等这些代价呢都是慢性的、长期的，但是呢都是非常决定性的。这个实际上呢就决定了这样一个中国模式不能持续。这个不能持续呢习近平看到了，习近平的出现就表示这个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了。因为什么呢？你这个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和这个市场经济它是一个多元经济不可能只有一个主题这就没有市场了嘛。那一定是，而且几个也不可能一定是无数的分散决策的
什么叫分散决策？对，那任何一个消费者买东西都是自己就那么决策了。那中国有10几亿消费者，对，你不是听党的吗？对，那不请示党啊，你就买你的这个对花棉袄了，对，这当然就是有问题，就是绝对是你分散独立决策，你个人的自主性首先就体现在这儿来了。那毛时代连这个东西都干涉，那么这两个东西呢，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那共产党之所以要搞后一个东西，就是说它不发展经济，它这个合法性就有问题。所谓合法性，就是我凭什么让你统治啊？那么这个我饭都吃不饱，凭什么让你统治？那么等了1980年代开始，慢慢的中国人能吃上饭了，世界共产主义垮台了啊，全世界共产主义都垮台了，那你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要在中国再这么搞下去啊？那么邓小平就非常着急的要在1992年推动这个进一步的市场化啊，拥抱全球化。老说是这个美国人欺负中国人，西方人欺负中国人，这个回头看一下，从1840年代以来，这个中国的这个将近200年的历史，中国的社会进步没有和西方的接触是不会出现的啊！如果没有和西方的接触，对不起吴威，今天你还要裹小脚呢，对，太可怕了，这个是太可怕了。对，那还不用讲其他各种各样的啊，你没有技术更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对，最迟从汉代，对，到1980年代，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没有进步过，对，这是足足2000年的时间啊。那即使是西方人真的是有剥削中国、有欺压中国啊，那他这个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中国的物质和文明的进步，那么也是非常巨大的。那比中国共产党他欺压中国人民、剥削中国人民，他同时有没有带来那么大的进步？其实可能在中国模式期间就算带来大的了，对。但是呢，这一点呢，你会发现呢，如果按照你的每个劳动者所付出的这样一个代价来看，那你得到的是太少太少了啊！那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天文数字这个财富的这样一个富豪啊？那刚刚的这个杨兰兰这种啊，你甚至不知道他是谁，当然传言他是什么习近平的私生女，什么习近平弟弟的女儿，这个咱们都不知道了。那就算他是一个普通的富豪，一个普通的富豪都是有天文数字，这样一个财产。这个他们从哪里来的这个财富啊？你一个农民工啊，一天工作，我不说多了，你工作10个小时，你挣到了多少钱？那他一天工作1万个小时，对，他才能挣到。杨兰兰一天工作1万个小时，他爸爸一天工作1万个小时，这个完全就是这个财富的这样的高度的这样一个这个分化高度的集中。这就是你本来如果不是这种模式，你中国人在过去1980年以来的这样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当中，可以过上好得多的日子啊。那其实这个思考能力低下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不会反事实思考。所谓反事实思考，就是说他看到这样，他说只能这样，他想象不出来不这样会什么样子。实际上很简单嘛，对，你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富豪，光靠中共官方公布的这些他们打掉的一个贪官，把他们那个公布的那些财富那个数字集合起来，如果有人愿意去做这个工作的话，把那个东西统计统计，把那个财富那个数字统计起来这个你还是打了折扣的数字了然后再和中国的这个国民收入，再和中国老百姓一般的收入做这么一个对比的话，这比造一个谣对共产党有杀伤力多了吧这个完全以事实说话。那和每个老百姓每日每时的这个生活，和他每天工作辛辛苦苦的收入这个我想就是可以让
中国民众意识到，是的，中国的经济确实是飞速的发展了，这个发展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这个飞速发展是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劳动者的功劳，也是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和外国接轨这样一个功劳。晚清的时候老讲说，这个有三方就是这个朝廷的鬼佬洋人和老百姓。对，那现在这三方里边呢，你说现在这个朝廷中共动员民众反洋人觉得好像一切都是这个美国人在欺负中国，但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经济繁荣离开了中国老百姓不会有，那光老百姓吭哧用劲，那以前老百姓都是努力干活的也没有，那要有洋人的这样一个介入，这两个因素一结合，中国经济才发展起来了。所以是这两个因素的功劳。那么当然呢，这也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秘密。但是这个问题是，这些东西民间财富的积累，那么和外国和西方的这样一个接轨，那么还有这个中国模式刚才讲的那些贫富不均也好，环境问题也好等等这些弊病带来的民众的不满，这个使得习近平感觉到说，哟，这他妈的再搞下去的话，共产党要被他们干掉了这富人通过金钱，老百姓通过不满，外国人通过渗透还有什么信息革命等等多了这个最后就被共产党就可能被他们干掉了。所以这习近平呢上台以后才搞了他这个，我把它称之为逆转型就是掉过头去再向毛泽东模式转型形成了这个所谓新极权主义。那这就是说，共产党已经认为中国模式不能持续了，再持续下去共产党要垮台了这是共产党给他下的结论。那现在有一种力量当然是说再回到习近平以前的那个模式，这个在共产党的这个精英群在那个年代里发了财升了官得到巨大利益的这些人，那就包括一部分民众觉得喝到汤了那个时候至少做稳了奴隶现在做奴隶而不得也愿意回到那个年代。我想这是没有想清楚，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觉得那个年代共产党那么搞不很好吗又发财，共产党的官员也发财，共产党整个国力也增强这个共产党可以和官员可以和世界上的最有钱的人也最有权的人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对，一起闷声大发财。那为什么他不干了呢？就是因为他知道老百姓有很多不满，但现在你更不满了，你反而把你过去的不满给忘掉了。对，我觉得呢，当然不是老百姓真的忘掉了是你这个舆论的宣传呀、引导凡是能来到这个媒体上有影响讲话的人，他不是老百姓这个咱们这个，我要说我是一个老百姓，这就有点像陈伯达一样。陈伯达说我是小小老百姓，对，你是中共第4号人物。那我们在政治概念上，我当然是一般的民众，但是你从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对，那我以前在下乡插队的时候，我是老百姓，对，我讲话谁没有人听我讲话的。那现在当然我讲话至少大声也听，对，这么重要的人物都听了我是老百姓好，老百姓听了我们都是老百姓。这是实际上就是说那些在制造舆论的人呢，他们是有话语权的人，那我们有一点点话语权，我们在和他们争夺话语权，对，但是一般的民众是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来的，那将有声音发出来了，那就要有这样一个激烈的形式，这样一个勇敢的这样一个性格，才能够发出这种声音来，然后随后就被镇压了。我讲的就是说，实际上习近平的出现，标志着过去中国这样一个所谓模式，中国模式，它在正反两面都利好出尽过去能够发展经济，这个是共产党也看不下去了，老百姓也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呢，我越来越穷，你越来越富，而且毛病越来越多这个是。然后呢，那反过来再这么搞一下子呢，对，搞他的新极权主义呢冤声载道
对，人人都觉得不满意啊。这个我想呢，这中国模式这样正反烧饼一番，实际上呢底牌出尽啊。这个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会讲走向共产党之后，那1980年代的末期，我去参加这个中共的体制内政治改革，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走向共产党之后，但是那时候不可能提出来这个东西啊。在更早，那我上硕士生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就甚至要酝酿成立反对党，那也是要走向共产党之后。那时候呢，不可能提出来，提出来你马上就被抓到牢里去，当然是。那么实际上呢，共产党也还没有利好出尽。那你看，共产党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以后，只要采取了这样一个拥抱西方经济体的这样一招啊，马上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啊，由于中国人的劳动者的特别的勤劳，就马上就发展起来，共产党力量发展壮大了，都没有利好出尽。那现在呢，实际上就发展到这一步了。这一步就是说，简单的讲就是说，你要想中国经济发展的好，那共产党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那么这个发展好的这个模式，如果还是习近平以前的模式，就是老百姓就会在这个被剥夺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大啊。那为什么经济发展好，共产党还会倒？那就是因为第一，它发展好的模式是制造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问题，所以底层会积聚不满。你看，在胡温年代，在江泽民的后期，中国的这个所谓社会群体事件，就是类似江油这样的事件，对，每年已经对这个最高的，他连续公布了4、5年大约，对，公布到2008年吧，好像。我现在记不清，我有研究这个东西，他就不再公布了，因为太多了。这个一年按照他过滤过的数字，就是几百人以上这样的，已经有将近10万起了。我记得8万。对，8万9还是8万几？对，就在10万起了。对。以后他就不再公布了，因为那数字显然又迅速上升了。对，这就是这还是习近平上台以前好几年嘛。对，那么这时候有持续的上升。就是说，按照那个模式，民众的不满在急剧的增加，那么这个呢会形成对共产党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么如果还有那一些西方的舆论再进来，这个大家对西方社会有了解，然后还有这些民营企业家里面也开始出现一些有自由民主这样一个思想的人也不断在涌现，他们也掌握相当一部分财富。这个就让共产党感觉到巨大的威胁。这就是那个模式，那今天这个样子，共产党能持续吗？这就要问中国的老百姓了。那我看呢，就是说，习近平是坐在火山口上。那现在呢，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潮流呢，就是相当多的这个在习近平之前的这样一个中国模式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那么这样一些所谓精英阶层，那么党的官员也好，那么一部分企业家还有甚至和这个体制融合在一起的知识界掌握话语权的人也好呢，那么这些人当然就是说希望回到习之前那个模式这个呢，他们把习近平和共产党对立起来甚至讲这个不要习近平的家天下宁愿回到党天下。那这个呢，实际上呢我觉得就是，如果那个模式不会引起民众那么样的一个不满，那么习近平在上台以后要转向新集权主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实际上呢，习近平，你看他上台以来，2012年上台，2015年开的这个18届三中全会是打右灯向左转。他为什么要打右灯？他知道大家觉得如果共产党要想消弭社会的不满就必须进一步的深化改革。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一直到现在还在讲深化改革，虽然他做的事情全都是对改革反攻倒算，他用这个东西来争取民意，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以为他真的能够解决当时大家老百姓不喜欢的这些东西呢但实际上当然他不会解决的。
所以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呢，对中国的这个民众来讲，既不喜欢现在这个做法，也不喜欢现在以前中国模式的做法当然呢，就是我讲了这是鲁迅讲的了，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做奴隶而不得，对，那习近平以前是一个做稳了奴隶，对。那如果你就是在这两个之间选择，那当然你的命运就永远是做奴隶，是吧？那你做奴隶都做不成了，当然你不满意，于是你就要造反，争取做奴隶。这是中国那些精英群体在给中国的民众设定的这样一个路径，设定的这样一个未来。但是你要看江油这个事情，你要看这个更多类似的，因为现在对舆论的控制这么严格，那么这样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到底是什么，有多少我们都不了解。我们看到的像江油这个校园里的霸凌这个现象，不是因为习近平上台这个校园才发生霸凌的，它是因为在共产党从开始一直到习近平，它都是有一个巨大的特权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是和底层民众一般民众的这个利益是直接冲突的，他每日每时在欺负老百姓。习近平是他们的总后台，习近平他们是对总头子，他们一起欺负老百姓的，咱说如果你要看江油这个事件这种事情，就是说老百姓是不肯接受你这个东西，你给中国设定一个前景，就是说最后就是说习近平下台，不能让习近平一家人把持中国的权利，毁了中国对，我们要的党，对共产党力的这些对几千个家族一起来把持中国的权利，那这个路呢，实际上你看江油民众，中国民众是不愿意走这个路的，但是他们在舆论上声音很大他们包括文化精英他们有这个话语权呀，那像我们这样就是说不识时务的人我是对。从当年就不识时务，一直到现在不识时务，还是在讲这个话，这也是我讲到我当年下乡的这样一些朋友、民众、农民、普通的农民，对，我不爱我的故乡，但我爱我故乡的民众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不喜欢的缺点，有一些人优点很多，有些人缺点更多，但是我们都有缺点，一个人不能因为有缺点就不能过一个人的生活那共产党让他们过的那个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我不希望他们再继续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是觉得共产党他现在这样一个制度呢，就是说他本来只是垄断权力，控制社会，他没有能力发展经济。到了邓之后有了能力发展经济，大家就说哟这个了不起，就这样过就可以了。那么现在你会发现呢，实际上发展经济是和他的利益相冲突的那个尤其是他发展经济呢，是很难让中国的最广大的民众普遍得到应该得到的好处。那最后呢，他就会一定走向习近平这样一个新极权主义。那新极权主义他又把过去这个共产党刚刚能够带给这个社会一点的好处又给他干掉了。那所以呢，这个体制呢已经正反合就是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正路子所谓正路子不是褒义就是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就是一天到晚搞运动搞你，不让你过好日子反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还是坚持共产党这一套，但是呢给你点汤喝让你过一点物质上的这个，把你完全塑造成物质主义的。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09年吧，对60周年的时候，不是2009年1999年我还在香港。1999年在50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监狱和动物园》毛泽东的中国是大监狱那么邓小平的中国就是动物园。动物园就是说所有人都被圈起来，但是呢反正也是你是个老虎我扔块肉给你吃，对，你是个小猫反正我就扔几个小东西给你吃，对，这个有东西吃了，有人喂你这当然实际了
中国的劳动人民自己努力的干了活了，劳动了啊，这个就是物质主义，那只是说吃饱了就是好日子了啊，那完全不把人当人看。那么现在习近平呢又回了新的监狱啊，那白纸之前的那个清零时代，那是典型的大监狱啊，这个监狱比毛泽东的监狱还大还全面啊。那个时候监狱就是说你每个人至少我出去，虽然没有自由市场了但是我其实毛泽东时代也这样你要走亲戚，一个农民要走亲戚要生产队长批准的。但那个时候好歹没有人脸识别啊，没有主要是健康码技术手段不够嘛。对呀，技术手段不够。后来变成数字大监狱了。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整个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个体制，那么经过这么一个正反合，从认识论上来讲，那它就必然是一个结束了；从哲学上来讲，它必然是一个结束了。至于它是不是结束，那就看中国人到底要什么了那你说我就是要中国模式，对，我作为一个劳动者，对，作为一个农民工，我一天工作10个小时，我午饭都吃得很简单，然后我住在小破棚子里我能挣，比如说1000块钱或者是5000块钱，这比我在毛时代连5块钱都挣不到，我就很满意了。那至于你所创造的这个财富，对，成亿成几十亿被那些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拿走，你都不在乎，那我只要有这点就可以了。那当然这个模式可能还结束不了然后就成了一个毛凳这样不断的翻来覆去毛凳习毛2习，然后邓2什么东西不知道，然后毛3x， 然后邓3 y， 那就这么折腾吧那这就是中国人宿命了那时候我也死了，我也看不到，我也不必为此悲哀那如果你不想这个东西那实际上从理论上这个模式，这个共产党这个体制已经可以结束了我觉得像江油人的这种反抗还有包括更早的白纸革命，还有像彭立发等这样的孤胆英雄冲塔的人的出现其实中国已经遍地干柴，对，这几十年来我们都讲遍地干柴，叫做星星之火难以燎原那个是和中共的这样一个高压维稳体制联系在一起，也和他的洗脑的这样一套整套的手段联系在一起但是洗脑就是骗人嘛骗是不能持久的，那高压是需要成本的我想我还是觉得中国的变革中国像一个更健康让人更愉快的这样一个社会，普通人更有权利这么一个社会转变，这个前景我觉得今天至少比前些年，包括比我在1986年87年参加政治改革的时候都更明朗，我个人也更抱持审慎的乐观了。